Hello, this is Joseph，这是韩中选。今天是2020年6月8号，然后恰巧我也在整理我自己的书桌，因为刚刚做完了一个比较大的任务，想歇息一下。然后恰巧呢又整理到了自己高中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这个毕业照，最近买了很多这样的塑封盒来装自己的一些纸质的文书的一些文件。发现3年前的今天是我高考结束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自己就毕业已经3年了，只是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其实呢，我本来想写一篇，就是像以前写一篇文字类型的博客来阐述我今天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除了高考以外，我今天在整理东西的时候，我更发现了自己在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也就是8年时间里，收藏了不少的音乐 CD。我想逐个的来介绍一下我收藏的这一些CD，但是呢，我转念一想，我的 CD 东西太多了，然后如果我要写的话，那我估计得累死。可能就是因为科技的进步，让人变得越来越懒，又或者说人懒在不断的促进科技的进步，谁又知道的？所以呢，今天的我想介绍一下我目前拥有的一些音乐 CD。当然了，我也是只是录一个备案在这个地方，然后以后的时候自己看着自己的这些备案来做一些比较这个时候和我以后看这一个 video clips 的时候，比较自己的藏品有哪一些变化。在大约2011年的时候，我开始正式拥有自己的第一部电子设备，也就是当时我记得还是一个 MP5，就是那种我今天找到了我第一个 MP5，也就是它长这个样子。这是我第一部用来听歌的一个设备，它当时的售价好像还蛮贵的，但是现在它已经开不起机了。当时我用这个设备看了不少的像什么咒怨呐、午夜凶铃啊之类的恐怖电影，还有听了不少的歌。也正是这一年，就是2011年，是我音乐的一个听音乐风格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以前，我听的歌曲一般都是国语歌曲，但是在2011年，就是那个时候，也就是刚刚开始听艾薇儿、拉维尼的时候，就慢慢的跟着他的音乐，然后他不是有很多相似推荐嘛，就慢慢的了解到了更多的美国歌手，或者说就是英语歌手。如果说我第一个认识的英语区女歌手是艾薇儿·拉维尼的话，那么我认识的第一个英语区的男歌手就应该是贾斯汀·比伯。当然，这是我在2013年的时候买的他的第一张专辑，当然也是中国内地版的。这张专辑叫做Believe Acoustic。这张专辑呢，有人说它是一张骗钱专啊，当然我觉得这样得出这样的概念也无可厚非啊，因为他这张专辑当时我并不是很了解 acoustic 和就是正式录音室版本的一个区别。如果说翻译成中文的话，它大概应该是原声专辑，也就是说没有经过太多的电脑制作的这样一个粗糙的一个 demo。对，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 bonus 叫做 Nothing Like This， 就是没有什么像我们一样。这是我至今都比较喜欢的一首贾氏的一张抒情歌曲。我刚刚仔细想了一下，自己应该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来展示这些 CD， 然后在经过一番思索之后呢，我发现我自己买的东西实在是太杂乱无章了，也没有一个特别规整的顺序，所以呢，我就只好按照艺术家来分类，中间偶尔穿插一些我购买的一些时间顺序在里边，来逐一的介绍我的这样一些买过来囤着的一些货物。首先出场的当然是我第一张购买的专辑。其实我现在已经对这个第一张专辑到底是哪一张已经有一点印象中已经有一点模糊了，但是它肯定是这2张专辑的其中一个。第一张 Avril Lavigne Goodbye Lullaby， 就是说再见摇篮曲，它出名是靠 Girlfriend 那张专辑，就是说 The Best Damn Thing， 也就是说这一张专辑里面有非常多的抒情歌，然后这一张专辑毫无疑问就是艾薇儿一直都被称为旋律大师，在这张专辑里面他极尽能力的展现了他自己的这一点。但是这张专辑在美国的销量就不怎么样，因为中间这2张专辑隔了4年才发行，耗费了不少的人气。这张专辑里面的
出名的歌曲毫无疑问 Girlfriend， 就 Hey Hey You You 那首歌。曾经有一段时间还做过非诚勿扰的一些插曲，这里面还有 Innocence 这一首歌在中国的知名度也是相当的高，也是非常成功的一首抒情曲目。然后这张专辑就认识的人就更多了，很多年轻人甚至是从这张专辑才开始正式喜欢艾薇儿拉维里的。这张专辑里面比较出名的歌有 What the Hell， 还有 Wish You Were Here，Everybody Hurts，Remember When，Goodbye， 还有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插曲 Alice， 这里面收录了它的完整版本，有4分多钟。也正是因为购买这张专辑，让我知道了就是 explicit 版本和普通的一个 clean 的版本的一个区别。因为这张专辑里面有一些歌词的内容并不符合审核机制，所以在其中被消掉了某一些不是很文明的词。所以从这以后，我都会买专辑之前，我都会看一下这张专辑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些 explicit word。 这2张专辑是我最喜欢的艾薇儿的2张专辑，这张专辑很有可能是我第一次购买的专辑，但是呢，我第一次购买的专辑里面，我印象中还有一个，那就是许嵩的这一张《梦游记》。在2011年以前，我喜欢的听的音乐大部分都是国语歌，也就是从2011年认识艾薇儿拉维尼之后开始转变，逐渐的我到现在啊，我的列表里面已经鲜少有国语歌了。这张专辑也是我目前见过包装最大的、最浮夸的一张专辑，它足足有这么长。我来对比一下，这是一个正常的专辑大小，就有这么大。然后呢，这张专辑可以说是许嵩的转型之作。从这张专辑开始，他的写词甚至是作曲上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值得一提的呢，就是这张专辑里面，当时是腾讯发行了一款新的产品，叫做微信。许嵩是当年这个微信这个产品的一个首批代言人，所以他在他自己的专辑这个后边印上了他自己当时的微信公众号。也是在这样一个契机下，我通过这样一个2维码去注册了我自己的微信，当时是在2012年的8月份，所以我可能是国内最早使用微信的一批用户之一。我其实最喜欢的许嵩的专辑并不是这一张《梦游记》，而是他的前一张专辑，名叫《想象之中》。这张专辑其实它还有一个slide cover， 但是那个 cover 已经被我弄丢了，可以看看它的内页。这是他最后一张收听量比较高的专辑，因为从下一张《梦游记》就开始转型了嘛。这一张专辑里面，我非常喜欢《想象之中》这一首歌。然后呢，尤其他这2张专辑啊，它的概念都非常的清晰。就像《梦游记》，你如果仔细看它的内页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每一首歌都是都是相当于他是在诉说他的一个梦境。然后最后他的结语是我躺在草地上梦醒了。接下来呢，就是艾薇儿，我刚刚已经说了2张专辑了，但是艾薇儿我自己买了有3张专辑，还有一张就是这一张我不怎么喜欢的 Avril Lavigne， 就是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可以说是他音乐生涯里面最失败的一张作品。这张专辑不仅在任何国家地区的成绩都不怎么理想，而且这张专辑里面可圈可点的歌曲也并不多。这一张是我买的内地版本，里面稍微值得一提的有2点。第一点是第4首歌，可以看到它这上面写的是 Summer， 其实它的准确歌名叫 Bitch in Summer， 它前面那个歌词有一点不雅，所以它直接在标题里面都给消掉了，就是让我觉得有点比较有意思。然后还有的就是第8首歌叫 Hello Kitty， 这首歌我就反正我觉得一言难尽啊，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这张专辑出的时候我还在念初中，当年在我们班的里面还掀起了一阵轰动。介绍完了 Avril Lavigne， 接下来要说的这样一个歌手的产品是我迄今为止收藏的最完整的一个歌手，他的每张专辑我都有。他的名字叫做泰勒·史威夫特，他一共出过7张专辑，这是他去年出的一张最近的叫 Lover 情人。这张专辑我是买的美国版的一个豪华版，它其实它的包装还蛮新颖的，是一个日记本，里面还有他写的一些日记，但是他的这个字体写的太难看了，我都没有办法辨认他写的是哪个字母，所以呢我就
没有怎么仔细去看他自己这些日记里面写了些什么。Lover 说完了呢，就是他的比较黑化的一张专辑叫做 Reputation。我们按时间倒序介绍的话，下一张专辑就应该是1989。这张专辑是泰勒迄今为止推出的商业上面最成功的专辑。这张专辑是泰勒从乡村音乐歌手转型流行歌手的第一张，然后就不得不说到我们的 Red 了。Red 这张专辑是泰勒目前出过的最后一张乡村专辑。值得注意的一点呢，就是泰勒他的在中国的艺名有2个。第一个，网络上大部分人把它叫做泰勒·斯威夫特，但是其实正规的出版行业对他的艺名一直都是泰勒·史威福特。你可以看一下这儿。然后我们从其他专辑也可以窥探一二，看一下啊。这一张 Reputation 的侧边上也有泰勒·史威福特的字样，所以他的官方译名从来都不是斯威夫特。接着就是我喜欢上他的这张专辑叫 Speak Now， 这是迄今为止我最喜欢的专辑之一。这张专辑呢，这张专辑是美国版的，这也是我第一次购买美国版的专辑。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它是双碟装，它是有2张碟的。这一张碟是一个 CD， 是里面有歌，另外背边我就不翻出来了。它是一个 CD-ROM， 要在电脑上才能播放，里面有他几首歌的 MV。这张专辑是特别触动人心的，就是因为他当时成名不久，很多事情情感上的一些经历都跟我们的联系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你在听他的这些词或者他的曲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比较强大的共鸣。这是我第一张购买的美版专辑。美版专辑有一个特点，就是防盗版的一个封条。如果你购买的美版专辑的话，你就会看这上面的封条，这张上面的封条和这些页码都是可以检测它的真伪的。无畏去爱这张专辑的白金纪念版，就是它白金纪念版，就是它原本卖的这张专辑也叫 Fearless， 但是它卖到了一定的数量之后，它就推出了一个纪念版，这里面加了不少的歌进去，然后这里面也是双碟装的，它里面也有一张 CD-ROM， 里面包含了它不少的音乐 MV 和新歌。接下来就是它的首张专辑了，同名专辑 Taylor Swift。我觉得这张是中国内地版的，我觉得它这8个字概括的特别好，排行童话从此开始。其实泰勒呢是我在艾薇儿拉维尼的推荐页上面找到的这样一位歌手，然后才慢慢的开始听他的歌。但是呢，我觉得很多都对除了艾薇儿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家喻户晓的明星，那就是贾斯汀比伯。就是这2张，我特别喜欢这一张的名字叫做我忘了他的名字叫什么，这上面也没有写。这一张里面有很多当时特别流行的电子音乐，但是现在可能电子音乐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流行。就是贾斯汀比伯推出他自己音乐专辑的这一年是2015年，这一年里面世界各范围都推出了很多著名的音乐专辑，其中就不乏邓紫棋的这一张新的心跳，这是我最喜欢的邓紫棋的专辑。他有一个称号叫做中国的泰勒·斯威夫特，有一位英伦才子，他叫艾德·希兰，这是他迄今为止发行过的3张专辑，这3张专辑我都是在他的故乡伦敦买的。这是他最近的一张商业巨作Divide， 这里面有超多在我们国家现在都还很火的歌曲，像 Shape You Perfect还有很多，反正就这里面有很多歌曲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大火。但是我最喜欢的他的专辑呢是这一张，他的首张专辑叫做Plus。这张专辑呢是他我觉得是创作的巅峰了，就是出道专辑是他创作的巅峰。这张专辑过于商业化了，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没有那么淳朴了，但是这也是我自己的个人感觉啊。其中呢，夹杂在这中间的，他出了一张 Multiply， 是乘号的，所以他现在已经集齐了加、乘和除，所以他下一张专辑减会在什么时候发布呢？其实还是蛮期待的。这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 Think Out Loud， 这是我迄今为止就最喜欢的歌曲之一。我还有蕾哈娜的这一张 Good Girl Gone Bad， 这一张专辑呢，其实是当时我在英国的时候，一个朋友托我带的，然后我朋友托我带另外一张专辑，但是我觉得这张专辑我好像还挺喜欢的，然后我就自己个人把它买下来了。接下来就是布兰妮·斯皮尔斯，这一位歌手真的是可谓是命运多舛，他发行的专辑特别多，所以我买了一个他的合集，这样一张合集里面有3张 CD， 收录了他大约3乘15首歌曲，我就不算了啊。
然后这是他近期的最新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歌曲我都特别喜欢，像Just Like Me， 或者是说布兰妮第一次唱法文歌曲，像这个 Cube Electric， 或者像他第一次也唱了一些西班牙语，像 Nos Yacodes 这样一些歌曲。然后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阿黛尔了，但是我比较更习惯把它叫做阿黛勒。这张专辑现在是世界纪录，然后这里面也有很多比较出名的歌曲。然后这张专辑无可厚非吧，大多数人认识他都从这张的Rolling in the Deep 或者是说 Someone Like You 开始认识他的。其实他还有一张专辑叫19，但是那张专辑我没有买。接下来就是玛丽亚凯莉了，在我进入大学到现在，我都特别欣赏这个人。他出了太多的代表作了，他自己本人的那个唱歌，也就是他唱歌的功力是相当厉害的。接下来呢就是 Beyonce， 这里面的 MV 拍出来的效果就应该是等同于色情视频了。这张专辑里面，正是因为他有些东西就尺度放得特别大，所以当时我还在念初中，我当时买了这张专辑之后，在我们班宣传，然后在我们班引起了一个不小的轰动。接下来很多都是我买的一些精选集，像是2016的格莱美，这是我认为最精彩的一届。然后像 Bangers 这张专辑大家可能应该不陌生，这是我在13年的时候买的，这张专辑也在当时我们班掀起了不小的轰动。电子音乐 Z，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然后呢这是我唯一认识的一个俄罗斯歌手谢尔盖拉扎列夫，在12年的时候发的歌。然后呢就是后街男孩，这是我爸买的，但是我在得到这张专辑之前，基本上他们的歌我应该是一首都没有听过。然后呢，这是我最喜欢的乐队 Warm City 猫头鹰之城，大家可能都应该听过他的一首歌，或者说奥利奥的主题曲就是他们乐队的。然后呢，是我第一次购买的日本版的专辑 Jason Derulo， 日本版的专辑是非常具有收藏意义的，所以这张专辑也是我目前唯一一张买的舞曲专辑。接下来呢，就是我最喜欢的组合 One Direction， 有传言说他们今年会回归，希望这个是真的。值得圈点的是这一张是我买的一个美国版专辑，这里面写的有很多留言，我觉得是非常真挚的一些回忆吧。然后这张专辑是我买的一个香港版的一个 Take Me Home。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版的专辑质量非常差，以后如果要买专辑的话，千万不要买香港版。虽然说它便宜，但是它的质量非常差。好了，以上就应该是我可以拿出来说一说的 CD 的一些藏品了。然后其实我还有一大部分的这样一些碟片在南京，因为这一次疫情的关系嘛，所以一直都搁置在那儿，还没有拿回来。但是这些碟片呢，都是我一个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回忆。所以这些专辑其实如果某一些碟片已经绝版了，如果我想把它卖出去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卖不少钱。我不管就多么现在穷困潦倒，都一直没有动过这个主意，因为现在已经是一个年纪比较大了，对自己的东西拿出去的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感伤。就像前一段时间我听一个，就我把书借给别人，然后别人把我书扔了，然后我觉得特别不开心一样。Okay, this is an episode. We'll see you next time.